你丢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一开始很有干劲，把衣柜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，这个不要，那个也不要。丢了几袋之后，你站在那个变空的衣柜前面，觉得好爽。但是过了一阵子，你开始觉得怪怪的，你好像丢太快了。那件外套其实还可以穿，那个锅子虽然旧，但是很好用。那个朋友送的小摆饰，你看着空空的架子，有点后悔。你不是一个人，很多人断舍离做到最后，不是变轻松，是变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告诉你丢就对了，但没有人告诉你怎么丢才不会后悔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断舍离的黑暗面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丢，是教你避开那些会让你痛苦的陷阱。日本有很多人已经走过这条路，他们用9个极简真相，帮你把越丢越痛苦变成越丢越轻松。第一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丢了还有感情的物品。很多整理书教你，1年没穿过的衣服就丢，你照做了。你把那件你瘦的时候穿过的洋装丢掉了，那是你结婚纪念日穿的，虽然穿不下了，但每次看到都会想起那一天你听了书的话，狠心丢了。结果呢，你并没有变轻松，你每次打开衣柜，看到那个空位置，心里反而空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1年没穿过，不等于没有感情。那些东西留着，不是在占空间，是在帮你留住一段回忆。你硬要丢，等于在丢掉自己的一部分，你不痛苦才奇怪。正确的做法，先把有感情但不是每天用的东西挑出来，放在一个专门的箱子里，叫做回忆箱，不用丢，也不用每天看到，你就收在柜子最里面，1年拿出来看一次。你既有了空间，也没丢掉回忆，这才是真正的断舍离。第二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丢了还能用但暂时不需要的东西。你是不是也丢过这种东西？那把备用钥匙，也许以后家人来住可以用；那个多出来的枕头，也许过年亲戚来可以睡；那组漂亮的碗盘，也许哪天请客可以用。你听了断舍离的话，觉得以后太遥远，就丢了。然后呢，当真的要用的时候，你只能再去买新的，花钱不说，还麻烦。真正的极简不是叫你当苦行僧，是你预留一个小的备用区，把那些可能用到但不常用的东西收好，不是丢，是收。数量要少，1个箱子就好，超过箱子的才处理掉，这样你既不会后悔，也不会重复花钱。第3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丢了别人的东西，这是最多人踩的坑。你整理家里，看到老公的旧唱片、小孩的漫画书、婆婆留下来的古董碗，你觉得没用就丢了，结果家里大吵架。老公说那是他的青春，小孩说那是他的回忆，婆婆说那是传家宝。你觉得你很对，但他们觉得你不尊重他们。断舍离有一条铁律，你只能丢自己的东西，别人的东西，哪怕是一张废纸，你都不能碰。你觉得没用，那是你的觉得；你觉得乱，那是你的标准。你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收到看不见，但不要去动别人的领域。家不是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，你管好自己的地盘就够了。第4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丢了数量太多但每样都喜欢的东西。你很喜欢杯子，有20个，每一个都是你精心挑选的，每一个都有回忆。你听了极简主义的书，说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多杯子，你硬丢了15个，留下5个，然后每次喝茶，你都想到那个被你丢掉的杯子，心里很难过。正确的做法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丢？如果你真的有20个喜欢的杯子，而且你家里放得下，那就留着。断舍离的目的是让你舒服，不是让你痛苦。你只要做到不乱买新的就好，存量可以保留，但增量要控制。你喜欢就留着，不用跟别人比。第5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丢了便宜但还能用的东西。你为了追求极简，把那些便宜但还能用的东西都丢了，比如塑胶板凳、旧抹布、便宜的碗盘，然后你去买有质感的新东西，花了一大笔钱。本来是想省钱，反而花更多；本来是想轻松，结果为了维持那个极简风貌，每天战战兢兢，怕弄脏，怕弄坏。真正的极简
不是叫你全部换成贵的，而是你珍惜你现有的东西。那个塑胶板凳洗干净一样可以坐，那条旧抹布还可以擦地板。你不需要为了好看去花冤枉钱，省钱才是真正的极简。第6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没有先把垃圾丢掉，就直接丢舍不得的东西，这是顺序问题。很多人断舍离的第一步就是去翻衣柜，翻纪念品，那是最难的部分。你一开始就挑战最难的，当然会失败，当然会痛苦。你应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比如过期的药、坏掉的小家电、破了洞的袜子、不知道哪一年的账单，这些东西你不会舍不得，丢起来毫无压力。你先把这些垃圾清掉，家里已经干净一半了，有了成就感，你再慢慢去处理那些有点舍不得的东西，一步一步来，痛苦就会少很多。第7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追求空无一物的完美主义。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些极简主义的家，白白的、空空的，像美术馆，你觉得你的家也要变成那样。结果呢，你把家里很多实用的东西都丢了，变得很不方便。为了维持那个空，你每天都活得很紧张，一点灰尘、一件外套、一本杂志都让你觉得破功。这已经不是断舍离了，这是强迫症。你要知道，那些网络照片都是拍照瞬间，人家的真实生活也会有杂物。你的家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拍照的。你只要做到没有垃圾，没有坏掉的东西，东西都在固定位置，就已经80分了。第8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忽略了季节性物品和工具类物品。很多人丢东西的时候会把不常用的都丢掉，比如冬天的厚棉被，夏天用不到，你嫌占空间，丢了。结果冬天来了，你只能买新的。比如工具箱里的电钻，1年用1次，你丢了。结果要钻墙的时候，只能跟邻居借或花钱请人。这些东西不是多余的，是备用的。你的家里可以有一个工具区和季节区，专门收这些不常用但必要的东西，只要收整齐，不占用你的生活动线，就不算乱。不要为了极简而极简。第9个真相，你痛苦的原因是把断舍离当成一次性的工程。你想着这个周末我一次把所有东西整理好，以后就轻松了。结果你做了2天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，而且还有很多没弄完。你觉得自己失败了，从此再也不碰断舍离。断舍离不是工程，是习惯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完，你可以每天只做5分钟。今天清一个抽屉，明天清一个架子，1个月下来，你不知不觉就清掉一大堆，而且你不会累，不会痛，不会后悔，因为你的大脑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少一样东西的感觉。阿公阿嬷，我跟你说，断舍离如果真的那么痛苦，那一定是你方法错了。你不是不够狠，你是对自己太狠。你不需要变成极简主义者，你只需要变成清楚生活的人，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，清楚什么该留，什么该走。你不跟别人比，你不跟自己过不去。这9个真相，你只要记住一个就好。丢东西之前，先问自己，丢了会不会后悔？会就不要丢，不会就放心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里是专注咖啡屋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记得分享给你的老朋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